上次给大家讲了一个孔水之旅的故事，我收到了好多私信，都在问我这是不是真的，说看完我的视频都不敢碰水了。我想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吧，毕竟咱们应该相信科学，而且我每次都会在简介当中告诉大家这只是个科幻脑洞故事，所以千万不要较真。那在上期当中的孔水阵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深海巨妖的生物，相信让大家印象深刻。至于能不能碰水咱先别管，重要的是它是躲在深不见底的海水当中的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伤人于无形的深海怪物，它不是大，而是非常的长，长到甚至可以超过某些国家。碰到它的人同样也会经历无法解释的痛苦。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恐怖生物真正做到杀人不见血呢？废话不多说，看前别忘了3连数据删除一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条神秘的深海巨蛇。1971年4月的某一天，有2艘孟加拉渔船被报告失踪，他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印度海岸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船上还有15位渔民，当地搜救队出动了好几次，都没能找到失踪船只的下落。再加上当时正值孟加拉国刚建国，内忧外患，所以坊间出现了不少阴谋论。其中一条就是关于此次渔船失踪的事件被认定是国外侵略者所为，一时间媒体的报道沸沸扬扬。不过相关研究人员发现，这起失踪案似曾相识，2年前也有过渔船神秘失踪，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。而这次的案件经过仪器的全面探测，终于找到了2艘船只的大致方向，而且在那附近竟然找到了一处从前从未发现过的巨大海沟。难道是海沟里面的某种神秘力量把渔船吸走了吗？很快，一支专业的深海潜水队临危受命，所有潜水员配备了高压潜水服和前置头灯。他们下潜到海沟附近，竟然真的有所发现。那是一种巨大的水生蛇形生物，与巨型海鳗极其的相似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该生物的全长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，光是头部的直径可能就得有 2.5 米，部分身体的直径最大可达10米。所以说，巨型水蛇的全长预估可能在600到900公里之间。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如果不是找到了头部，恐怕都很难将它认出来。下面我们简单的来看看其中一位潜水队员的回忆。在下潜的第1夜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了不安感。也许是对这次的任务没有把握，但是这种感觉太强烈了，以至于我都怀疑是不是有邪恶的东西在作祟。随着持续下潜，有个叫做威廉的队员声称自己在不停的出冷汗。是的，没错，在水里有冒汗的感觉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行为也越来越反常，甚至称自己为 Darling。 然而更糟糕的是，其他队员也像是被传染了，出现了类似恐慌的症状。不管怎么样，潜水队已经很接近巨型水蛇了，威廉则似乎崩溃了，他强忍着泪水，不停地重复着 No。 很快，当他们准备逐步靠近该生物的头部，此时的威廉反而安静了下来，但眼神空洞。就当他们仔细观察巨型水蛇的脑袋时，内心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，甚至开始觉得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巨型水蛇在黑暗当中慢慢的转过头，不知道从哪里的光线照着，可以明显的看到它正悠悠的盯着他们。然而威廉已经几乎失控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他在潜艇后面大声的嚎叫，身体抽动的厉害，嘴里还在不停的说话。本来其他队员想制止他，没想到他撞上了船舷，玻璃直接全碎，潜水队不得不提前结束任务。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，威廉的伤势很重，已经神志不清了，但嘴里还在重复着那里什么都没有。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去世了。其他人都说他的抗压能力太差了，被深海的恐惧逼疯了。但是即使时间过去了很久，当时看见巨型水蛇的所有人也都依然能够记得黑暗之中的那个眼神，一想到就会害怕。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，研究人员发现，虽然巨型水蛇体型庞大，以肉食为生，但它是个不爱活动的生物，通常只会在特定刺激或者进食期间活动一下头部，做出回应，但又能快速移动并杀死猎物。当猎物被完全吞噬后，巨型水蛇的皮肤上排泄出一层薄薄的暗灰色粘性物质。然而它的本领也不止这些，只要靠近某个范围内，人类就将面临无法解释的头痛，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也会达到极点，甚至还会出现记忆混乱或者丧失的情况。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特定的范围内，更不能直接观察巨型水蛇，否则当事人会发生巨大的心理变化，严重的话就会像威廉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最后，研究人员把范围缩小至恒河扇区，在海平面以下700米的地方监控到了巨型水蛇的前半部分身体。因此，孟加拉湾一处直径约为300公里的地方全部都被隔离了起来，禁止任何平民在该地区进行潜水活动，以免发生悲剧。后来又有一支深海潜水队伍出发了，目的是和巨型水蛇进行接触，以此来确认头部周围漂浮的灰色物质。
此次的潜水队伍一共有3名成员，分别名叫阿尔法、Bravo 与 Foxtrot， 其中阿尔法是队长，他们身上都系着牵引绳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根据音频记录，当阿尔法一行人距离水蛇头部大概500米的时候，情况一切都好，能见度大概只有3米，巨型水蛇的大小很难确认，身体在好几个地方都打结转弯了，看上去水蛇只会随着水流动弹。与第一次下潜不同的是，阿尔法一行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头部移动的场景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对话开始变得混乱。阿尔法、Bravo、Foxtrot 3人竟然搞混了相互的代号，彼此的人名和脸都对不上号。此时，指挥部提醒他们正在经历某种负面认知影响，不要慌张。当距离巨型水蛇150米的时候， Foxtrot 声称自己的头非常的痛，开始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了。其他2人也表示，他们看不见任何东西，眼前一片漆黑。Foxtrot 似乎最严重一些，他最先出现幻觉，感觉一阵阵邪风吹来，自己被吹到了悬崖边上。随后 Bravo 也申请立即停止任务，还说自己听到了什么怪声，而队长阿尔法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甚至说自己在铲土。就在一片混乱之时，指挥部紧急通知，有东西在向他们靠近，必须立刻返回。而此时阿尔法一行人非常的慌乱，随后就没有了回应，无线电那头只传来了沙沙沙的声音，根本无法被识别。这可把指挥部急坏了，气氛开始紧张起来。Foxtrot 的无线电再也没有了回音， Bravo 大声嚎叫，他整个的被拖走了，有东西把他吃了，他死了。而阿尔法回应了一声之后，也永远没了声音。当指挥部再次连接到 Bravo 时，他说自己在黑暗当中飘着，看到有东西在雾里移动，就是看不清。Bravo 还发现，当人类靠近巨型水蛇，脑子里面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思绪，他只记得有一条蛇蜷缩在那里，张开嘴后就会有液体从脑袋上面流出来，至少有1米远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了，只能胡言乱语。可惜的是 Bravo 并不是幸存者，他预感到自己要死亡了，看来离开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。最后 Bravo 奉劝了最后一句，不要再让人来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肯定很好奇，巨型水蛇好像也没啥大招，那么头部到底是分泌出什么粘性物质呢？为了采集到这种东西，研究人员也是煞费苦心。他们将一名实验对象送往巨型水蛇的喂食点，然后回到了船上进行监测。果然，实验对象很快就被巨型水蛇完全吞食。紧接着，它的头部开始分泌出粘性物质，趁着水蛇体内还在消化，人类靠近的负面影响会减弱。专业的深海潜水队开始慢慢的下潜，根据推算，完全消化至少要在2个小时之后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期间完成任务，顺利返回。最后，终于不负众望，潜水队员带回的这种暗灰色的粘性物质，安全的回到了海面上。经过研究人员检测提取到的化合物，这是一种又厚又咸的液体，是水蛇新陈代谢产生的。这种化合物有剧毒，接触这种东西时间过长，就像靠近巨型水怪一样，产生恐慌、记忆混乱的副作用，甚至还会出现自杀的想法。但是经过提炼，这种化合物又能摇身一变，成为多种实验当中记忆删除药剂的关键成分。添加这种神秘物质可以增加这种药剂的稳定性和效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人类想好好利用这种神药，就得等巨型水蛇进食，分泌出神秘的物质。但是它又只吃人类，这就非常难办了。研究人员还突发奇想，试图对采集到的物质照 X 光，竟然全部都是死人尸体。看来水蛇根本不会消化，只是通过了这一过程分泌出了神秘物质。有了这个做启发，研究人员试图合成类似的物质，达到相同的记忆删除效果。但这一实验被证明是致命的，因为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。实验对象确实忘掉了许多人和事，但他们的心智也逐渐下降，到最后什么都不剩，一心求死。所以没有人敢再多做实验冒险了。如果再这么进行下去，牺牲者的人数就会是天文数字。那么看完今天的视频，是不是觉得很科幻？没有人知道水蛇为何会对人类有如此大的危害。一个个健全理智的人，只要慢慢的靠近它，大脑当中的思维就会被胡乱分解，记忆也会被夺走。真不知道会做出多么可怕反常的事情。看来抑郁已经是最轻微的后遗症了，好歹还能留下一条命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在座的朋友是不是也想使用这种神秘的物质记忆删除一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镇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